Hello，各位大家好，我是 V，今天要来组装这盒 MG 能天使 R2。这盒买很久哦，那自从买了之后就一直堆在我的三机里面，一直拖到今天。至于期不期待嘛，老实说，因为我很久以前就组过 R1 的同捆包，印象中那是 MG 第一次实装 LED 哦，然后 Double 的高人气，再加上太阳炉整颗的重现，还有额外的展示，所以那一盒记得当时是人手一台哦。那基本上这一盒能天使会有什么样的细节，还有什么问题，都还算记得。好，那至于是不是跟我印象中的能天使有什么差异，那我们就阿基美马秀。板件数量一共14片，包含一片 PC 软件，其中追加的新规板件有2片，这盒就是包含了最早能天使的零件。特殊材质的 GN 传输带同样也有给，这种泛着彩虹光泽的材质还是很漂亮。虽然这次大部分都用不到就是了。贴纸给出了补色贴纸以及水贴。补色贴纸除了眼睛之外，最主要就是 GN 电容器的内部文字，可以看到连 R1 的都还在。那我们就进组装时间。好啊，各位，这盒 MG 能天使 R2 就跟我记忆中的一模模一样样，松松软软，在脚踝上过于松软的关系，所以摆姿势常常会站不稳。那建议直接就是当站姿。另外，我之前那台 R1 我也常常把玩，所以大腿的根部早就松软了，那基本上就是只能靠着墙壁站着而已哦。而且这次还有其他的问题，怎么问题越来越多啊？万代，从骨架看起。骨架蛮具有观赏性的，各处的刻线把机械纹理表现得很到位，尤其是小腿侧面的刻线，细节拉满。大腿也有联动构造。再来是安装太阳炉的凹槽，内部的结构营造出很棒的真实感。不清楚后来出的三小强有没有这个构造，以后再来看。另外，肩架的骨架是新零件，毕竟 R2 的设定上已经将 GN 传输带内藏，如果直接也用出版能天使的装甲，会有个洞露在内侧。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喷射口的设定哦，这一点万代还是蛮谨慎的。装上外装甲后，整体比例我觉得很好看。HG 的就有那种肩胛过小，然后大腿不够粗，武器架还过于突出的感觉，个人觉得这台 MG 的比例上抓得很巧妙。另外 R2 改动处除了最显眼的 GN 键改之外，在其他小地方也有做更动，所以剩下来的零件还是蛮多的。改动的地方有肩胛造型、上臂、前臂内侧装甲、腰部的两侧外装甲、整块后裙甲造型、大腿、小腿肚等地方，那主要都是 GN 传送带改为内藏以及追加喷射口的缘故。追加的喷射口也都透过镂空或是额外的零件来实现分色，其他都是沿用能天使的零件。其中还是很值得一提的，就是 GN 电容的部分，采用在内部贴上带有文字的贴纸，之后盖上有凸透镜。那与内层带有凸起刻字的透明外盖，达成一个镜面反射的效果。这个设计就算放到现在来看，我还是觉得很天才、很优秀。这个观赏度拉满啊，各位！太阳炉的部分也跟之前的能天使一样，可以安装官方额外贩售的 LED 灯组进去，当年的大卖点之一。但要是没放灯组进去的话，背后的太阳炉保护外盖被推进去之后会松动，需要重新拆解再组回去，有一点麻烦。再来看武器。R2 在动画出场时仔细带的 GN 键改以及2把光束剑，不过这盒还是将能天使全部的武装都附上了，可以看到原本的器件连同盾牌全部都在。不过这边的零件就不像是 R1 同捆版的电镀了，采用了这种不怎么好看的水银灰。
连带枪口的部分也都是这个颜色。简单来说就是丑。原剑改的剑刃采用透明绿，其余的配置都跟原本的能天使一样。连接手掌的方式也是跟传统的 NG 一样，在手掌里面设有个卡榫，只要将武器的凹槽卡进去就可以。连接手臂的地方颇松把玩时很容易脱落。光束剑柄的收纳改在脚部两侧，原本收纳卷长短剑的地方，这里也是用的新贵的零件，不过这一块就真的只是插进去而已，没有其他卡榫，很容易就会拔出来再来讲讲其他关于这款能天使的问题，原本的脚软等等再说。这一次 R2 的新龟肩架，个人体感也是蛮松的，在把玩时都很容易取下来如果正好是抓着喷射口的地方，也很容易将喷射口取下。那如果是抓着后肩架的喷射口尾段的话，稍微大力一点，整块都会被拉下来。基本上不是在掉零件，就是在掉零件的路上。另外在组装手部的时候非常紧，要很大力才能安装，有买的话真的要小心没注意好装一装，直接断成 R1 给你看。剩下的我们接下来边看可动边讲。先来看头部，头部就是简单的球形关节，因此前后摆动完全没有，侧摆也几乎可以当作没有，俯仰跟左右旋转都没有什么问题。躯干的两侧胸架都可以打开，驾驶舱的部分也可以打开，不过驾驶舱的深度很深没有特别打光的话不容易看到细节。另外这一次也有针对第二季的 Cessna 做出形象调整，主要是针对驾驶服的胸部以及身体的其他线条做出修改。弯腰以及后仰都有两段可动，不过角度都偏小。侧摆的部分除了腰部的球形关节之外，再上胸甲的部分，这里也有微幅度的可动。那这里最主要的问题是在腰部的球形关节也很松软，可以看到我这样稍微甩一下就晃动的不得了那左右旋转呢也会稍微卡到后方的裙甲，其实效果不是很理想。手部的360度前后旋转正常，那手部呢也有外摆关节，肩胛往上抬的话可以向上抬起大概45度，手部抬起的话呢表现不错，大概有110度。手肘关节二段可动，角度150度的水准，其余的根部旋转、手掌旋转、手掌内外摆以及手指的可动，这些都是正常的水准表现。那上次有观众补充，后来的血式钢弹在手掌处有明显的改善，感谢补充。前裙甲的部分可以向上掀起，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段额外的关节，可以将前裙甲整个往上抬起来。那后裙甲的部分呢，其实也是分开可动的，不过这个外装甲真的是非常松，在把玩的时候很容易拔起来。脚部同样有增加可动范围的髋关节，根部旋转会打到外面的武器架，角度有限，而且这里最大的问题是，武器架跟大腿外侧的装甲都会被越来越往外推。那武器架呢可以自由的旋转，会稍微卡到一下前裙甲，但最大的问题就是它实在是太松了。前踢的部分在根部旋转之后可以来到接近180度的水准，后踢则接近90度，侧踢在骨架的部分开的凹槽度不够深，那角度呢只有大概60度而已。脚掌护盖也有小段可动，有点松，没什么阻力感。脚掌的前后摆动及侧摆都没有什么问题，但就是因为采用软胶零件的关系，再加上脚掌连接小腿的这一段其实还有一处松动，导致这款能天使最大的问题就是本来很软的脚踝变得更惨，常常重心不稳直接摔下去。大腿的根部也是偏松软，也是稍微甩一下就会立刻掉下去的程度。前脚掌也有两段可动，其中一处是在脚尖的位置上。再来看武器，主要可动是在 GN 剑改上，跟动画中的一样展开或是折叠收纳是没什么问题的。扳机可以前后旋转，连接手背的零件也可以360度旋转，配合护手的小幅度可动，可以稍微改变一下持剑的姿势，或是干脆变成较为传统大剑的形状也可以。旁边小护盾也有额外的关节可以收纳，额外展示时收纳起来会比较有观赏性。盾牌的部分在蓝色的护甲处可以向外拉开，有点紧。连接手臂处同样可以360度旋转。最后是太阳炉的安装槽，3个固定器可以分别内外搬动，将它们都向外搬动之后，就可以重现 R2 最终决战时粒子爆发的状态。但我记得这个最早的 NG 版就有了，不是这一次才追加的可动。那以上就是这一盒 MG 能天使 R2 的开箱了。就跟我开头讲到一样，这盒能天使一直都有软脚的问题然后除此之外，这一次 R2 的新规零件还一直狂掉。你就想想，就是你好不容易调整好一个姿势，然后接下来放到支架上面，或是你就摆到摄影棚上面去想拍个照，结果重心不稳，啪就倒了。你要再重新调整一下姿势，然后这就算了。然后重点是你在调姿势的时候，这些零件还一直掉，这些很影响把玩的心情不过如果你是单纯摆放派的，就是你组好这就是把它摆在柜子里面，还是很帅。毕竟它的比例上是真的很好看。
那只能期待说 MG 2.0万代真的赶快出一出。能天使这种大摇钱树，你看外串机设一大堆，随随便便兼用都卖翻。但搞不好就是明年2月 MGSD 命运发售前夕，然后万代直接宣布说，不好意思，能天使 2.0 我们不做了，我们要做 MGSD 能天使，这也是有机会。那只能说，如果真的这样子的话，那我们 2.0 就是遥遥无期了。好，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那欢迎你留下你对这盒 MG 能天使的看法，还是你也曾经组过一模一样的 R1 同捆包，或是最早以前那个 MG 能天使的版本，都欢迎告诉我。那我们下支影片见，拜。